嘿，你好，我是小智。在1年多前，有幸从朋友那边借来一支 P7 来做开箱分享，但是我被 Google 许多细心的小细节所惊艳到。而这次没错，跟影片标题一样，我用1万块买回来了一支1年多前的 Google 旗舰机 Google Pixel 7 Pro。首先来说说为何我要入手这支 Pixel 7 Pro。这是我爸的手机 Realme 5，玻璃贴早就破了，甚至已经伤到手机的面板了。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，他一直不舍得换新手机。但目前他使用的手机真的越来越多问题了，加上他生日以及父亲节快到了，所以我决定帮他换一支新手机。也就这样，最近就开始寻找有什么手机适合他。而他的使用习惯，平常也是看看影片、接听电话以及传讯息。但是他在工作的时候，很常需要拍一些静物，所以看了看，就帮他选择了 Pixel 7 Pro 这支手机。而这支7 Pro 并不是一支全新机。据卖家说法，它是一支展示退下来的福利机。手机拿到的时候有事先检查，没太大的问题。接下来老样子，就先进入开箱环节。首先外盒的部分确实有比较旧，也有一些伤痕，但不影响到手机，而且外盒有一定程度上的被挤压。在开箱过程中，并不像我手边的6A 的盒子一样顺畅。打开盒子后，就会看到 Pixel 7 Pro 的手机本体。这次我买的颜色是雾灰色，平常看的时候是灰色，但在高光的情况下会稍微透出一点墨绿色的感觉，是一个非常耐看的颜色。而这只手机当然就没有那张纸质的保护膜了，取而代之是我事先贴好的保护贴。拿开手机本体后，接下来就是 Pixel 的标配，一条 C to C 的传输充电线、A to C 的转接头以及说明书。但是我收回来的这只已经没有退卡针了，是比较可惜的一点。来到手机本体，萤幕仔细检查完，基本上是没有看到刮伤，而外表也只有 Camera Bar 有一些细纹的小划伤。这个对实际使用不会造成任何的问题，因为距离送出这只手机还有一小段时间，所以接下来就好好的体验这只1年多前的 Google 旗舰机，究竟它会带来如何的使用体验。在使用1个礼拜之后，这只 Pixel 还是我印象中的那只 Pixel。Pixel 在使用体验上依然非常不错，但 Tensor G2 依然还是我认识的那个3星大火炉，这点是扣分的。在等它 AI 学习使用模式的这个礼拜，每天使用它都非常的热情。接下来说说它的手感。裸机握持的时候，萤幕与边框的接缝处是有一点小刮手，单手握持的情况下会很常摸到 Camera Bar， 它的存在感是非常高的。还有旁边的边框与 Camera Bar 稍微会沾指纹，裸机使用的时候需要常常擦拭。顺带一提，我自己太久没拿到曲面类型的手机了，在握持的时候很常会不小心就误触到，从平面换回曲面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。而这块解析度为1440×3120的 AMOLED 萤幕，虽然它是1年多前的手机，但还是震撼到我一次。在看 HDR 影片的时候，与现在我在使用的12 Pro 相比，肉眼明显能感觉到亮度的差异，就像原始人发现了我一样。而120Hz 可变更新率在使用上真的非常舒服，不像 Pixel 7的90Hz 一样，要快不快，要慢不慢的那种感觉。然后7 Pro 的可变更新率，没有使用的时候会自动降到10Hz 进行省电，使用的时候会回到120Hz 输出。讲完萤幕，来说说另一个我蛮重视的东西，就是喇叭。究竟7 Pro 的音质会带来如何的表现？让我们直接听听看。7 Pro 的声音表现非常不错，因为它较大的机身让它的声音更大声，听起来更饱满，但低音的延伸性略有点稍微不足，听起来就有点整个糊在一起的感觉。接下来就是把这只手机带出去使用1天，在这之前我必须先说明，在使用的这段期间，我都是开启全解析度，会比较耗电，而这个设定在萤幕里的萤幕解析度可以调整为高解析度与全解析度，看是要手机省电一点，还是释放它完整的解析度，我选择了后者。那么就回到那天电量使用心得，早上8点50拔掉电源，9点出门，当了半小时的音乐导航机。而到了定点，
在这半小时，P手又直叹了起来，最高温度来到了44度，而散热其实还算不错，马上就降到了42度、41度左右。就这样子用到了中午，电量剩下74%。中午这段时间吃午餐与进行拍照，电量使用掉7%，但是手机在拍照的时候就直接过热了。在大太阳底下，P手还是逃不过它先天的缺陷。而到了下午5点的时候，手机电量剩下40%，同时也下着大雨，就没像早上一样挂在手机下散了。但还是有当半小时的音乐导航机。手机最终耗电量37%，然后等等上去做个电量测试的总结，因为我先整理一下。Oh my god， 下雨下太大了。好，等一下再见。最后整理完，5点半的时候，电量剩下35%。在开启全解析度与120赫兹的情况下，如果不是重度使用的话，中度使用一天回到家还是非常足够的。而我在使用的这段期间，也有遇到一个状况，明明 YouTube 已经关掉了，却还持续播放着。而这个问题后面发现把子母画面关了就正常了，希望 Google 能早日把这个问题修好。这次也去体验了一下 Gemini， 我觉得还不错用，但是应用层面还没到很成熟。它的翻译能力有些地方还是会犯错的情况，而整理类型的内容生成是可以跟 ChatGPT 打得有来有回，但在使用一些基础功能反而比原本的 Google Assistant 还慢。设定闹钟与开启软体都比原本的 Google Assistant 还慢，灯控的部分两方就差不多了，而寻找音乐与开启 Google Home 的自动化就无法使用了，会直接跳到 Gemini 的软体画面。如果这些基础应用层面的功能可以与原本的 Google Assistant 一样，我就会比较愿意换成 Gemini。最后就是相机了，不得不说现在的科技发展速度真的很快。主镜头7 Pro 在细节上比12 Pro 保留的更多，在逆光场景下 HDR 也相当的不错，亮部的地方有压下来，暗部也有比12 Pro 有更好的表现。而这代的望远镜头有5倍光学变焦，最高30倍的高解析变焦。放大到15倍以上会有一个取景框辅助你拍摄，而放大到30倍依然清晰可见。微距功能也是我为什么要选这只手机的一个重点，能拍下近距离的物品。而相反的12 Pro 就没有微距模式了，所以就整个糊成一片了。而夜景在比较暗的环境之下，相比于12 Pro 杂讯量比较少，但同时暗处也会呈现出被涂抹过的痕迹。接下来录影模式 ，P 手有着拍摄过程中可以更换镜头的优势。但在运镜过程中还是有一点生硬的感觉。在暗光场景录影时，瞬间曝光的时候，7 Pro 的控制亮暗是相当不错的，而12 Pro 就直接过曝了，整个画面就直接雾掉了。这次的体验就告了一个段落，接下来就是等到我爸生日的那一天，把这只手机送给他。现在是晚上6点48，然后等等我们8点要去吃饭，因为今天我爸生日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把这只手机收回去他的盒子里面。然后不知道等等我爸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给他一个惊喜。那我们等等再见啦。什么？生日快乐！新手机。我新手机，谢谢，谢谢。Google 的呢？对啊，P 手机啊。对啊。我想说，你手机变成这样子了。不要想说啊，你的工作在转换很快啊。没有啊，你就是可能要用那老人盖的。我都已经帮你想好了。对啊，不然的话你就常常会我玻璃贴帮你贴好了。因为玻璃贴都会破掉啊。这个是你的水吗？对啊。你的手机壳。对，就只能用这个嘛。我都帮你用好了。好 ，OK 啊 ，OK。然后回去再帮你用。28号是7月因为想说你手机变成这样子，啊，就是玻璃贴，就是没有那个面板， 28号，直接破掉啊，一直破掉，一直破掉。那就是下料。谢谢。Pixel 7 Pro 已经顺利交给我爸使用了，也帮他设定好以及转移资料了。可能看完这部影片的朋友会有些疑问，怎么不选一些今年的中阶机款，会有更好的选择？我当然知道你们所说的三星 A55 或 Poco F6 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，但是我爸曾经跟我提过，他之后想换 Google 的手机，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就开始看 Google 目前有哪一只手机比较适合他。原本有看 8A， 但是那个价格与边宽粗度我真的不太能接受，加上 8A 看了一些开箱，发现它的背板是使用塑胶背板，加上3斤大火炉，我真的无法想象手持温度会多高。
以上就是这次的 Pixel 7 Pro 的记录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妨点个喜欢、订阅以及小铃铛。如果我哪里说错的话、遗漏建议都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